闺蜜笑我末世前不买珠宝狂买棉裤，说我没品味。低温来袭，她带着钻石项链冻死在我家防弹门外，而我的3层加厚羊绒裤暖和的让我想出汗，只因在1个月前 A 是彻底变身大冰窖，连续多日维持零下50度极寒，地面温度更是直接跌破零下60-70度。下班回家不过是坐电梯上烫楼的功夫，我就已经被冻得手脚僵硬，眉毛上全是白霜。到家后，我赶紧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，把地暖开到最大，裹着厚厚的毯子坐在沙发上喝着热汤。刚缓过劲来，妈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小玉下班了吗？妈妈的声音带着关切。看天气预报，你们那边都零下50多度了，你下了班就回家，别往外边跑。妈，我知道了。我哆嗦着回应，那就好。你最怕冷，可别冻感冒了。妈妈顿了顿又说，对了，你爸把咱家山头收拾了一下，防空洞也加固保温了，你要不回来看看？咱囤的粮食和煤炭都在里面堆着，等着你跟小川回来。我被妈妈说的心里暖。我们家在山区，防空洞冬暖夏凉，前几年爸妈包下了整座后山，每年冬天都会囤积不少物资，可今年实在抽不开身，只能跟妈妈说，妈，我也想回，但这段时间一直在加班，等忙过这阵我就回去看你和爸。电话那头的妈妈明显有些失落，轻声说，行，那你忙你的，早点回来，我跟你爸等着你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笔记本开始修改方案。这个项目上边催得紧，人手又不足，我已经几乎连轴转了半个月，好不容易签下合同，我赶紧申请调休。好在经理比较体贴，大手一挥批准了我1周的假期。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刷手机，晚上到处都是关于极寒的视频，有人在户外脱水，水在空中的瞬间就凝结成冰剑，也有人刚出门眼球就被冻伤，五花八门的视频都在传递同一个消息，今年的天气真的冷到了极致。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又在订菜软件上买了一些高热量的肉类和耐寒的蔬菜，以防万一。没过多久，弟弟小川突然找上门来，他冻得脸色青紫，一进门就直奔暖气片，抱着就不撒手，猛灌了一杯热水后才缓过气来，感谢热水救我狗命，活过来了。我看到门口的行李箱，疑惑地问，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放假了姐，你是不知道这天气有多变态。小川一脸夸张的神情，还要展示他手上生的冻疮。我们体育队训练都停了，操场草皮硬得跟钢板一样，摔一下能骨折，教室和宿舍冷得跟冰柜似的，开着空调外机都冻停了，还冻病了好几个同学，你说离不离谱？所以学校就放假了，反正也没几天课了。我听着他夸张的语气皱了皱眉，真有这么冷？你们学校不在市区，按理说不该这么夸张。小川休息够了，突然神经兮兮地凑到我身边，姐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全球各地都是这么冷，那些热带国家都已经下暴雪了。我们宿舍几个人偷偷讨论，这不会是末日了吧？就那种冰河世界变态冷的那种，跟电影里演的一样，一天到晚净瞎说，少看点末日小说，脑子里都想些什么？怎么可能有末日？我没好气地说，回房休息去。小川撇了撇嘴，裹着被子回了房间。我走到窗前看向楼下，此时已经快6点了，外面早已漆黑一片，寒风呼啸，气温过低，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气温，显示零下51度，但听着外面的风声，我估计体感温度早就低于零下60度了。这样的极寒，别说是逛街，就算是下楼取个快递都能冻掉一层皮。之后的几天天气依旧寒冷，每天的最低气温不断下探，最终跌破零下55度。市政府很快发布通知，所有户外作业全部取消，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也做了调整，加上学生放假， A 是掀起了一波轰轰烈烈的离 A 潮。火车站、高铁站、汽车站、飞机场全都人满为患，离开的车票几乎一票难求。这天一大早，我被震天的开门声吵醒。开门后，小川一脸惊慌地把手机对到我脸上，姐出大事儿了，外面都零下60度了，政府出了条令，全面停工停产，再这么下去还不知道要冷成什么样，要不咱赶紧回老家。小川一顿急促的输出，我终于反应过来，抓过他的手机仔细看了起来。新闻里主持人正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严肃地劝告大家非必要不要外出，极寒天气来得突然，请大家不要惊慌，随时听候相关部门安排。我一把拉开窗帘，一股寒气透过窗缝渗了进来，让人打个寒战。我住的是高层，窗户装的是双层玻璃，隔音又保暖，可现在站在窗前，竟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外边刺骨的寒意。我扫了一眼楼下，小区公园被大雪覆盖，空无一人，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发慌。我赶紧打开了工作微信群，群里经理已经发了居家办公的通知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有抱怨供暖不足的，有因不用上班而欣喜的，甚至还有人开玩笑希望能去南方过冬的。我转头看向小川，你快去刷刷视频，看看高速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动车肯定不用想了，铁轨估计都冻裂了，咱们开车回老家。小川连忙点头，拿着手机刷了起来。我则开始收拾要带的东西，保暖物资是重中之重，这么冷的天绝对不能失温。我赶紧把所有的羽绒服、棉被、暖宝宝都找出来，又挂了好几个保温壶的热水，之前买的车载加热杯也拿了出来，给蓄电池充上了电，万一路上发生什么意外，多备点电取暖总是好的。正想着还要带些什么，小川突然嚎叫地跑了出来，
姐走不了了，高速都封了，好像是因为路面结冰太厚，出了连环车祸，扫雪车都过不去，车都堵到高速路口了，怎么办啊？小川急得满头大汗，当然是急出来的虚汗。我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路线，果断开口，走国道。就算上了高速也不一定能一路通畅，要是再遇上大雪封路，咱就真的回不去了。你快去收拾东西，动作快点。小川听完立刻跑回房间收拾。这时妈妈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心里猛地一紧，赶紧接起。妈妈焦急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：小婉，你赶紧回来，你们那边太冷了，供暖系统要是坏了会冻死人的，你快回来，家里防空洞暖和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正在收拾东西，明天早上我和小川就出发回去。下一瞬，爸爸的声音接过话筒，语气严肃又急切：现在就出发，不要等了。爸觉着这天不对劲，怕是要出大事，拿上吃的和厚衣服，赶紧出发。路过加油站多买几桶防冻柴油，直接走国道。你先出发，爸给你看路线，告诉你怎么走比较快。爸爸越说越激动，我赶紧去叫小川，小川别收拾了，穿上最厚的衣服就行。你拿上钥匙下楼，把这些东西都搬到车上去，咱马上走。快！小川一脸懵懂，但看着我严肃的表情，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，抓起钥匙就狂奔出了门。我快速跑到卧室，拿上充电线充电宝，想了想又把 N 年前的诺基亚手机翻了出来，关键时刻还是这种老手机靠谱。接着又去库房找了几个大桶，拿了几个大功率的手电筒，最后我翻箱倒柜，找出了之前为了走夜路买的几瓶防狼喷雾，还有一根大功率的电击棍。我把这些东西塞进随身包里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用，但带着也不占地方，有备无患。小川动作很快，已经搬了一次东西上来。姐，外面超级冷，你看我这眉毛都结冰了，车里也冷得像冰窖，地下车库都没人走，搬上东西赶紧下楼，咱动作快点，我催促道。小川提着那几个大桶就出了门，到底是体育生，身体素质好，扛着重物也跑得飞快。平时温暖的电梯间此刻也透着寒意。我们来回回搬了2趟，终于把所有东西都搬完，锁好防盗门，和小川一起下了楼。天气实在太冷，车子好半天都启动不了，电瓶似乎被冻得亏电了，试了好几次，好不容易启动成功，暖风半天也热不起来。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赶紧开着车出了车库。跟小川说的一样，整个地下车库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这么冷的天，大家估计都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。车子开到地面时，轮胎压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寒风吹得车窗嗡嗡作响。这鬼天气是要把人冻成冰雕啊！我忍不住抱怨，行了，别抱怨了，看看老爸发的路线。小川搓了搓手，拿着手机看了起来。出了小区后，路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。我一边开车一边留意着路边的商店，走到平时常去的那家仓储式超市时，发现门竟然开着，里面还能看到有人。我赶紧停下车，带着小川跑了进去。时间紧迫，我们不敢耽搁，推着购物车就开始采购。后备箱里的食物肯定不够，我让小川又搬了10箱高热量的巧克力、压缩饼干，还有自热火锅，每样都拿好几箱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裹着军大衣瑟瑟发抖，我忍不住问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们超市竟然还开门？我还以为早关门了。没办法，天气冷，大家都要买吃的囤着。收银员吸了吸鼻涕，前2天也关过，可不停有人打电话要买东西，老板就只好又开了。这冷归冷，要吃饭不是？也是，现在大家买菜都方便，大多数人家都是现吃现买，没什么存货。我点点头，付了钱结完账，我和小川把东西搬上车继续赶路。买的东西太多，后座都堆得满满当当。按照爸爸给的路线，我们一直开到了高速附近。虽然天气酷寒，但高速入口已经排起了长龙，车流几乎静止不动，喇叭声此起彼伏。我果断从高速旁边的一条小路绕了出去，可没走几步就又堵住了，只能停下车等待。车上的暖气已经开到了最大，可我还是觉得手脚冰凉。小川拿出暖宝宝贴在我身上，阵阵暖意袭来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你也多贴点，可别失温了。又等了10几分钟，前面的车才慢慢动了起来。我按照导航继续行驶，突然小川大喊，姐看前面。我抬头一看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前面的道路完全被厚厚的冰雪覆盖，几棵被大雪压断的巨树横在路中间，彻底封死了去路，是大雪封路。这天太冷，树都脆了。小川喊道，前面的路走不通了，怪不得车都堵在这儿。我惊魂未定地点点头，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，一阵后怕。如果刚才我们走得再快一点，或者没有堵车，现在恐怕已经被困在雪堆里动弹不得了。这条路是乡道，此刻还有不少被困的车辆。我想的时间还早，干脆把车停到一旁，和小川下了车，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。刚下车，那刺骨的寒风就仿佛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很快铲雪车的声音远远传来，但积雪太厚，清理速度极慢。我们向路边的交警说明了情况，便赶紧回到了车上。小川重新确认了路线，我们绕道继续往前赶路。就在这时，妈妈突然来了电话，小婉，你们没事吧？
到哪儿了？我报了个地名，妈妈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，你听妈说，下个镇子有个供暖站锅炉爆炸了，死了好多人，刚爆出来的消息吓死人了。你们不行就换个路走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挂完电话，小川怔怔地看着我姐，我们又捡了一命。按照原计划，我们本来是要经过那个镇子的，可因为刚才的大雪封路，我们被迫绕行，耽误了半个小时。要是没这场封路，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到供暖站附近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供暖站爆炸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，不仅是爆炸的威力，失去供暖更是致命的。我不敢细想，这才出发没多久，就遇上2件危险事，我们还能平安到家吗？路上，小川刷到了供暖站爆炸的视频，看完之后，他整个人都沉默了。我大致扫了一眼，视频里的场面十分凄惨，冰天雪地里全是废墟，天很快暗了下来。我们随意在路边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停车，吃了自热米饭，便又继续赶路。晚上换成小川开车，大雪纷飞，能见度极低，他开得格外慢，车里开着暖气还是觉得冷，我们只能不停地喝热水保持体温。好在接下来的路上没再出什么意外。接近天亮时，我们把车停在路边，累了几个小时，离老家还有几百公里，不休息一下我们根本撑不回去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终于开出了 A 市，抵达了下一个城市。这边的温度虽然也很低，但比起 A 市的极寒稍微好一点。我看了看手机，零下30度左右，已经别是暖和太多了。因为走的是国道，路上有好几个加油站，我们把带来的大桶都灌满了高标号的防冻柴油和汽油，又找地方把车检修了一遍，给轮胎加装了防滑链，做足了准备。晚上我们再次出发，或许是离 A 市越来越远的缘故，风雪稍微小了一些，车上的暖气总算起到了点作用，终于能感受到一丝热乎气。姐，你看看 A 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刚打开手机，就弹出了4、5条寒潮红色预警，触目惊心。我扫了一眼温度显示，瞬间吓出一身冷汗。A 市已经零下70度了，怎么会零下70度？这还让人怎么活？我快速点进工作群，群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我家暖气停了，水管爆了，家里全是冰。有人知道哪里有卖煤炭的吗？我出3倍的钱买，江湖救急。谁家还有厚棉被？我开车过去拿。孩子已经冻得嘴唇发紫了，我要被冻死了。谁有感冒药？小心点儿，这根本不是寒潮，这是冰河世纪啊！哪里能这么冷？南极都没这么低的温度，我还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我要出城。后面清一色的都是哀嚎和求救信息。我再一次庆幸爸爸的警觉，要不是他催着我们赶紧出发，以 A 市现在的路况和温度，我们怕是还堵在路上。零下70度的极寒，车子根本发动不起来，最后要么失温而死，要么就会冻僵在路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气温突然急转直下，不只是 A 市，其他的省份也开始出现极端极寒天气，车外的温度几乎是直线下降，一下子跌到了零下50度，车里又变成了冰窖。我们不敢有丝毫停留，一个劲的往家的方向开。小川不断刷新的新闻，姐现在各个地方都是极寒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抢煤炭和衣服了，甚至有因为抢物资冻死人的。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别被人盯上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叮嘱道：小川，等下我在路边停车，你去后座把那些东西整理一下，都用不盖上，特别是食物和燃料，千万不要露出来一点。小川郑重地点点头，不是我多心，实在是现在保暖物资已经成了紧缺物资，万一真遇上不怀好意的人，我们根本逃不掉。我想起了顺手带的防狼喷雾和电击棍，又说：你把电击棍拿出来放在手边，喷雾也备好，以防万一。接下来的路我们走得格外小心。小川握着电击棍，一脸警惕地坐在后座。突然，前面的雪地路中间似乎躺着一个人，那人蜷缩成一团，身上盖着一层薄雪，看起来像是被冻得晕倒了。姐，有人冻晕了！小川下意识地喊道。我心里一紧，本能地踩了刹车，车子在离那人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姐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在车里等着。我观察了一下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暂时没看到其他人影。现在快到晚上了，外边风雪越来越大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为了安全，我让他带上了电击棍，小心点，别靠太近。情况不对，马上上车。小川快速下车，试探着朝那人走去，我则把手放在门把手上，另一只手紧紧握着防狼喷雾。小川刚走到那人身边，还没来得及蹲下查看，那原本冻僵的人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一把抓向小川的手腕。与此同时，路边的雪堆后面猛地窜出2个裹着棉大衣的男人，手里拿着家伙，大吼着冲了过来。姐，快跑是陷阱！小川反应极快，到底是练体育的，身体素质不是盖的。他猛地一甩手，挣脱了那人的纠缠，反手一棍子抡了过去。我脸色大变，不仅没跑，反而推开车门冲了下去。小川，那2个窜出来的男人直奔车子而来，显然是想抢车抢物资。小妹妹，车留下，哥哥放你们走。其中一个男人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，盯着车里冒出的热气。我举起手里的防狼喷雾，装作害怕的样子后退了一步。你们别过来，我要报警了！报警！
这冰天雪地的警察哪有空管你们？男人狂笑着逼近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把衣服脱下来。我看了小川一眼，他正和那个装晕的人对峙，虽然对方手里有刀，但小川拿着电击棍把对方逼得不敢近身。行，车给你们，别伤人。男人一听，伸手就来拉车门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猛地举起防狼喷雾，对着他的脸狠狠按了下去。滋啊！我的眼睛！男人捂着眼睛，痛苦地倒在雪地上打滚。另一个男人见状，拿着棍子就冲了过来。臭娘们，你找死！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小川解决掉了那边的纠缠，冲了过来。滋啦！电击棍狠狠戳在了那男人的腰上，男人浑身抽搐，白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剩下那个装晕的人见势不妙，爬起来转身就跑，连同伙都不要了。姐快走！小川顾不上补刀，拉着我就往车上跑。我们跳上车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在雪地上打个滑，然后轰鸣着冲了出去。摆脱危险后，我也不敢停车，又撑着开了1个多小时，才在路边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。等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，我才感觉到后背全是冷汗，被风一吹更是透心凉。我看着小川，你咋样，没受伤吧？小川喘着粗气把电击棍关掉，没事儿，就是吓了一跳，幸亏我是体育生反应快，要不刚才就被那人抓住了。这群人太阴了，居然装死骗我们停车。我心有余悸地说，这世道乱了，以后看到这种事可千万不能再停车了。小川嗯了一声，只休息了10几分钟，我们就赶紧开着车出发了。晚上的风雪小了一些，总算不是暴风雪了。我们终于进入了老家的地界。这2天全国各地的极寒都在持续升级，隐隐朝着零下70-80度发展。这个时候大家总算反应过来，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害。老家在山下的一个村子，可即便如此，温度也达到了零下50度。妈妈说，她和爸爸早就搬到了山里的防空洞，那里深埋地下，恒温保暖，能比外面暖和不少。看着手机导航上显示还有30里路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当晚我们跟爸妈联系上，说好第2天早上到家。爸爸把山上的具体位置发了过来，到那边还有50里路，车子油箱里的油怕是不够用了，而且前面那山路积雪太厚，轿车肯定上不去。我看着导航上的位置，又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油箱指针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回到家，这样我们走小路能省一点油是一点。我对小川说，回家的路上路过的加油站都已经冻结停业了，我们之前买的油本来是够用的，可因为走国道绕了不少远路，现在也所剩无几了。行了，别发愁了，就算是走，我们也要走回去，你先睡会儿，一会儿换我开车赶路。我安慰小川。2个小时后，趁着外边风雪稍微小一点，我们朝着村子的方向驶去。村里的路并不好走，积雪很深，一路磕磕绊绊。等我们赶到村里的时候，已经快天亮了，可这里离爸妈所在的山里还有20里路。车子终于因为低温和没有彻底趴窝了，停在了路边。这个时候才8、9点钟，可天色依然阴沉沉的，寒风刺骨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咬咬牙说，走，带上高热量食物，我们走回去。小川裹紧了羽绒服，赶紧从后备箱里找了几瓶热水，几块巧克力放到书包里。我们锁好车，开始徒步赶路。这段路都是山路，积雪没过了脚踝，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，而且连个遮挡物都没有。没走多久，我就感觉手脚麻木，浑身乏力。转头看看小川，虽然他是体育生，体力好，但也架不住这样的极寒侵袭，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，呼吸急促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段歇一段，慢慢往前挪。走了还没1里地，我已经有些意识模糊了，这是室温的前兆。赶紧拉着小川躲到一块背风的大石头后面休息。我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山，却实在没了力气，不行，太冷了，这么走下去我们会冻死在路上的。我哆嗦着说，给爸妈打电话说一下，我们慢慢走着，让他们想办法来接我们。小川赶紧拿出手机，可按了好几下都没反应，还忍不住骂出声，我去，天气太冷，手机冻关机了，姐用你的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按了几下也没反应，这咋办？我牙齿打颤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指了指他的书包，那部诺基亚，你拿出来试试。小川连忙从包里摸出那部老旧的诺基亚，一顿操作后，一阵熟悉的开机铃声响起，屏幕上出现了2双紧握的手。小川脸上瞬间露出兴奋的神情，抖着手把自己的手机卡卸下来，插到了诺基亚上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屏幕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信号。小川赶紧给妈妈打了过去，电话打了2、3次后，妈妈终于接了起来。妈，救命啊！小川带着哭腔说，我跟姐姐在山下，车没油了，雪太厚上不去了，家里的拖拉机还在吗？让我爸下来接我们。电话那头的妈妈喂了几声，突然就挂了电话。我赶紧夺过手机又打了过去，可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接连发了好几条短信，祈祷妈妈能收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喝了一口热水，才觉得身体稍微回暖了一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比刚才那会还要难熬，我怕再过一会儿温度更低，会有失温的危险，赶紧拉着小川继续往前走。就这样走走停停1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走到了山脚下。
还没等我们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就听到了突突突的巨大轰鸣声，但声音震耳欲聋，带着一种原始的机械力量感。小川抬头一看，兴奋地大叫：“爸，我们在这儿！”我顺着他指着方向看去，只见爸爸开着一辆加装了防滑履带的大拖拉机，威风凛凛地朝着我们驶来。那巨大的车轮碾碎积雪，排气管喷出黑烟，我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了下来，一下子瘫坐在雪地上。20分钟后，我们终于停在了一处隐蔽的山坳里，这里被茂密的松林遮挡，如果不走近看，根本发现不了山壁上那扇厚重的被伪装成岩石颜色的双层钢制大门。到了下车，爸爸大声喊道，大门缓缓打开，一股暖流瞬间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淡淡的煤炭燃烧的味道。对于已经在零下60度的极寒中冻透了的我和小川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堂的气息。我和小川互相搀扶着，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大门，随着身后沉重的钢门轰的一声关上，呼啸的风雪声瞬间消失，世界变得安静而温暖。快，先把湿衣服脱了，去炉子边烤烤。妈妈早就等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厚厚的干毛巾和热姜汤，眼圈红红的，环顾四周。尽管之前听妈妈描述过，但亲眼看到这个家，我还是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这哪里是什么简陋的防空洞，这分明是一个小型的地下生存基地。入口处是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缓冲区，用来停放拖拉机和堆放杂物。穿过第2道气密门，才真正进入生活区。整个防空洞呈风字形结构，主通道宽敞明亮，顶上装着工业照明灯。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是动力室，一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正在低沉的运转，旁边堆满了红色的柴油桶，目测至少有几10桶。右手边是储藏室，也就是妈妈说的那个厨房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袋袋大米、面粉，还有真空包装的腊肉、香肠，甚至还有2架子罐头和压缩饼干。妈妈看着我惊讶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咋了？傻眼了？这都是你爸提前准备的。咱这山上本来果树就多，果子熟得快，卖也卖不掉。你爸就把剩下的果子都储存起来了。前段时间他就觉得这天气不对劲，怕是要出事，又在镇上拉了很多水和速食回来，没想到现在还真派上了大用场。你爸这人啊，就是想得远。”我听到妈妈的话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爸爸之前在部队待过，养成了谨慎小心、未雨绸缪的习惯，也正是因为他的高瞻远瞩，我们才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于难。最里面的角落里，对着像小山一样的无烟煤和劈好的干燥木柴。哇，你这是把超市搬空了吗？小川捧着姜汤，目瞪口呆地问道。爸爸脱下满是雪霜的军大衣，拍了拍上面的冰碴。这算啥？后面那个洞里还有我弄的无土栽培架，虽然现在刚种上，但过个把月就能吃上新鲜蔬菜了。这鬼天气有钱没用，有粮有煤才是王道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吃了一顿这辈子最难忘的晚餐——羊肉火锅。红锅里的炭火烧得旺旺的，清汤里翻滚的枸杞和大枣，切得薄薄的羊肉片在汤里一涮就变色，蘸上芝麻酱和腐乳，一口下去，热辣鲜香瞬间在口腔里炸开，暖流顺着食道流遍全身，爽，太爽了！小川吃得满头大汗，脱得只剩一件。姐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宿舍啃冷馒头的时候，做梦都在想这一口。我夹了一块冻豆腐放进嘴里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窗外是零下70度的极寒地狱，无数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甚至失去生命，而我们一家人却能坐在这个温暖如春的地下堡垒里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对爸爸的未雨绸缪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和感激。吃饱喝足后，爸爸召集我们要开个家庭会议，他拿出一张手绘的防空洞结构图，严肃地说：“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不是普通的降温，这是灾难。咱们虽然有物资，但也经不起坐吃山空。从今天开始，实行战时配给制。第一，每天2顿饭，保证营养，但不许浪费。第二，水电要省着用，发电机每天只开4个小时给蓄电池充电，其余时间用煤炉取暖照明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第一点。”爸爸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，语气变得异常严厉：“财不露白，不管谁来敲门，不管谁来求救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对不能开门。咱们这点东西救不了别人，只能救自己。”我和小川郑重地点了点头。经历过路上的劫匪和装死陷阱，我们太清楚人性的贪婪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在防空洞里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虽然没有网络，但爸爸存了不少书和影碟。我们每天除了帮着妈妈整理物资、照顾蔬菜架，就是锻炼身体。小川是体育生，成了我的私人教练，每天逼着我做深蹲和俯卧撑。他说：“姐，这时候体育就是命，你那点力气连防狼喷雾都玩不动。”然而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大概是我们回来的第5天，防空洞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夹杂着嘈杂的人声。“老李，老李，在家吗？我是你二叔啊，快开门！李哥，我是村头的王大拿，我有急事找你。”爸爸正在擦拭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，听到声音，眉头瞬间皱了起来。他示意我们噤声，然后走到大门边的观察孔前看了看，是村里的人。爸爸低声说：“大概有7、8个，村长也在。”
他们怎么上来的？妈妈有些慌张，这么大的雪，路都封了，人被逼急了，什么路都能走。爸爸冷笑一声，看来是家里断粮断没了。想起来咱家的山上有个窝。外面的敲门声越来越大，甚至变成了砸门。李建国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都看见烟囱冒烟了，你个没良心的自己躲在里面享福，看着乡里乡亲的冻死饿死吗？村长的嗓子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刺耳，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家囤了那么多东西，分我们要点怎么了？快开门，不然我们把门砸了。我和小川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怒火，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，而且是带着强盗逻辑的绑架。爸爸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眼神坚定。小川，拿上你的电击棍。小婉拿着喷雾，记住，只要他们敢硬闯就别客气。说完，爸爸打开了第一道气密门上的传声孔，并没有开门，只是冷冷地问什么事。听到爸爸的声音，外面的嘈大声稍微小一点。村长似乎换了一副嘴脸，带着哭腔喊道：建国啊，你可算说话了，村里遭了大灾了，好几家的房子都被雪压塌了，冻死了好几个人，大家的煤烧光了，吃的也没了。你是咱村最有出息的，又当过兵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们就想借点煤，借点米，等雪化了，政府救援来了，让你们多囤点煤和粮，我们加倍还你。爸爸的声音透过厚厚的钢板传出去，却显得有些失真。我记得半年前我提醒过你们，今年天气不对，那时候你们说什么？说我李建国神经病，说我是想骗你们买我果园剩下的烂果子。外面一阵沉默，显然是被戳中了痛处。建国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村长有些尴尬的辩解，谁能想到真这么冷啊？你看二狗子家的娃才3岁，都冻得发紫了，你就行行好，给点煤炭吧。我家也没有余粮。爸爸淡淡的说，这防空洞里就我们一家4口存的那点东西，自己都不好吃，你们请回吧。放屁！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骂道，是村里的无赖王大拿。李建国，你个自私鬼，我前几天亲眼看见你开着拖拉机拉了一车东西上来，你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。兄弟们，别跟他废话，这铁门再结实也怕撬，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？对，砸门，里面肯定有吃的，为了活命拼了。外面瞬间乱了起来，紧接着就是哐哐哐的砸门声。妈妈吓得脸色苍白，紧紧抓着爸爸的胳膊。爸爸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猛地拉开观察孔的挡板，将手里那把改装过的射钉枪从黑洞洞的枪口伸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对着门外的雪地就是一枪。外面的砸门声戛然而止，谁敢再动一下门，下一枪就打在他脑袋上。爸爸说道，这是我家，是我的私人领地，我不欠你们的，也没义务养你们。现在是末世，私闯民宅打死勿论，不信的可以试试看，是你们的镐头快还是我的钉子快？门外一片死寂，那群人显然没想到，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李建国竟然真的敢开枪，而且手里还有这种杀伤性武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村长的声音才颤抖地传来，建国，你别乱来，我们走就是了。接着是一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，那群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嘿，什么东西，等老子以后发达了弄死他！王大拿的声音远远传来。爸爸一直盯着观察孔，直到确认那群人真的下山了，才关上传声孔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他转过身看着惊魂未定的我们，沉声说道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末世，今天他们只是来试探，等再冷一点，再饿一点，他们还会来的，到时候恐怕就不是砸门这么简单了。爸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小川握紧了手里的电击棍，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加固防御。爸爸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小川，明天跟我去把外面的路泼上水，零下50度，脱水成冰，我要让这山路变成溜冰场，谁敢上来就让他摔个粉身碎骨。我看着爸爸的背影，心中那最后一点对文明社会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在这冰封的世界里，法律和道德已经被冻结，唯有实力和狠辣才是生存的通行证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通风口传来的呜呜风声，久久不能入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吵醒的。披上厚羽绒服走出房间，看见爸爸正带着小川在缓冲区忙活。他们把之前用来装水的几个大塑料桶搬到了拖拉机的后斗上，爸爸手里还拿着几个改装过的喷头。爸，这是要干嘛？我哈着白气问道。昨晚那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爸爸头也没回，正在调试水泵。王大拿那个无赖我了解，他是那种为了口吃的能把亲爹卖了的主。村里现在断粮断煤，他们肯定会把主意打到咱们这儿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给咱们家修一道护城河。计划简单而残忍，利用零下50度的极寒天气，把上山的盘山道变成一条无法行走的死亡冰道。吃过早饭，爸爸开着拖拉机带着我和小川出了防空洞。我们全副武装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拖拉机轰鸣着开到半山腰，爸爸打开水泵，在那条唯一的上山路上开始洒水。水缸一落地，还没来得及流淌，就在几秒钟内凝结成了坚硬无比的黑冰。多洒几遍，要有厚度。爸爸指挥着，
特别是那几个急转弯的地方，要让冰层厚的连定鞋都抓不住。我和小川拿着铁锹配合着在路边堆砌雪墙，不是为了挡人，而是为了掩盖视线，让上来的人看不清脚下的路况。忙活了整整一上午，这条500多米长的山路已经变成了一条晶莹剔透的滑梯，别说是车，就算是人，只要踩上去，绝对会不受控制地滑向旁边的悬崖。虽然悬崖下有树林挡着，不至于摔死，但在这极寒天气里，摔断腿就等于判了死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退回防空洞，关死大门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这种等待是煎熬的，极寒天气下的日子单调压抑。为了省电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只开着昏暗的应急灯。小川的话越来越少，除了锻炼就是在那擦拭他的电击棍。那蓝紫色的电弧在黑暗中闪烁，成了他唯一的发泄。危机是在我们封山的第3天夜里爆发的。那天大概是凌晨2点，防空洞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，不是敲门声，而是一种沉闷的重物坠地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凄厉的惨叫声，但在呼啸的风声中显得断断续续。爸爸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，他抓起射钉枪来了。小川拿家伙，小婉去监控室盯着通风口。我慌乱地套上衣服，冲到监控屏前，但是爸爸在洞口隐蔽处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，虽然画质模糊，但借着雪地的反光，还是能看清外面的情况。屏幕里一群黑影正互相搀扶着，艰难地在山路上蠕动。妈的，这路怎么这么滑？老三掉下去了，别管老三了，都小心点，把那防滑链绑脚上。果然是王大拿，但他身边明显多了几个生面孔。那几个人穿着厚实的迷彩大衣，手里拿着的不是镐头，而吐制着猎枪和砍刀。爸，他们有枪！我对着对讲机大喊，声音都在颤抖。看见了爸爸的声音异常冷静，那是隔壁镇上的流氓团伙，领头的叫刀疤流，是个狠角色。王大拿这个蠢货竟然引狼入室，一群人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他们用绳子把彼此连在一起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冰道。就在他们快要接近防空洞平台的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瞬间失衡，连带着后面拴在一起的3、4个人滚作一团，重重地撞在路边的岩石上。啊！我的腿！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别叫了，谁再叫老子毙了他！一个声音吼道，应该是那个刀疤流。剩下的5、6个人终于爬到了防空洞门口。李建国，老子知道你在里面。王大拿的声音透着疯狂。砰！回应他的是一声闷响。爸爸通过射击孔开火了，那把经过改装的工业射钉枪在10米的距离内威力堪比手枪。啊！王大拿捂着大腿倒在地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雪地，又迅速冻结成冰。有枪，隐蔽。刀疤流反应极快，拖了王大拿躲到了拖拉机停放的掩体后面，举起土猎枪，砰砰对着大门就是一顿乱轰。对于厚达10厘米的防爆门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挠痒痒。爸！他们躲在死角，射击孔打不到。小川急道：“别急，他们进不来。爸爸正在重新装填钢钉，这种天气他们在外面耗不起，只要守住门，10分钟他们就被冻僵。然而我们低估了这群暴徒的凶残和狡猾。老大门太硬了，炸不开。”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妈的，找通风口！”刀疤流吼道：“这洞肯定有通气的地方，给我灌烟，把他们熏出来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防空洞的通风口虽然做了隐蔽处理，藏在半山腰的乱石堆里，但如果他们地毯式搜索，难保不会发现。小婉，通风口那边有人去吗？爸爸在对讲机里问。我死死盯着监控屏幕，果然看到2个黑影正顺着山壁往上爬，方向正是我们的主通风口。有2个人往上爬了，我尖叫道：“该死！”爸爸骂了一声：“小川，跟我去2号备用出口，那是通风口的检修通道，必须在那截住他们。要是让他们把通风口堵了或者灌毒烟，咱们全得死在里面。”我也去。我抓起防狼喷雾和一把强光手电跟了上去。2号出口非常狭窄，只能容纳1个人通过，出口就在通风口旁边的一块巨石下。爸爸一马当先，推开伪装的石板，寒风瞬间灌了进来。那2个暴徒正好爬到附近，手里提着2桶不明液体，正准备往通风管里倒。干什么的？爸爸大喝一声，举起射钉枪就要射击，但这毕竟是极寒的黑夜，风雪太大，视线受阻，对方反应也很快，其中一人猛地扑了过来，手里的砍刀直劈爸爸的面门。爸爸侧身一闪，虽然躲过了致命一击，但肩膀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，射钉枪也脱手掉在雪地上。爸！小川红着眼冲了上去，这时候体育生的身体素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哪怕穿着厚重的棉衣，小川的动作依然迅猛。他没有躲避对方挥舞的砍刀，而是利用臂展优势将手里的电击棍探出，滋啦一声，蓝色的电弧在黑夜中炸亮。那个持刀的暴徒浑身剧烈抽搐，直挺挺地倒在雪地里。另一个暴徒见状扔下油桶，拿出一把匕首刺向小川的后腰。小心！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从爸爸身后钻出来，举起手里的防狼喷雾，对着那个人的脸就是一顿猛喷。啊！我的眼！高浓度的辣椒水在极寒下虽然有些凝结，但依然具有极强的杀伤力。但人捂着脸痛苦地跪倒在地。
剧烈的咳嗽让他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。小川回过身，对着他的后背又是一电棍。那人抽搐了2下不动了，快回洞里！爸爸捂着肩膀捡起射钉枪，下面的刀疤流，听到了上面的动静，知道偷袭失败，又对着上面开了2枪，但都被岩石挡住了。撤，快撤！这家人是硬茬子。刀疤流意识到大势已去，在这零下50度的野外多待1分钟都是在玩命，现在偷袭不成，再耗下去，他们全被冻死。监控里剩下的几个人拖着受伤的王大拿，狼狈不堪地顺着冰道滚了下去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了来时的嚣张，留下的只有雪地上一滩滩触目惊心的血迹。回到防空洞，妈妈看到爸爸肩膀上的血，心疼得直掉眼泪，赶紧拿出急救箱包扎。好在衣服穿的厚，伤口不深。那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。接下来的1个月是整个极寒末世最黑暗最难熬的时期，外面的气温降到了零下70度，没有人再来骚扰我们，因为外面已经没有活人了。透过观察孔，我偶尔能看到山脚下的村庄，那里一片死寂，连烟囱里的烟都没了。曾经的100多户人家，如今都被埋葬在厚厚的白雪之下。防空洞里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柴油所剩无几。为了省油，我们停掉了发电机，只靠煤炉取暖。通风系统因为积雪太厚，效率变得很低，洞里的空气总是浑浊的，让人昏昏欲睡。长期的不见天日，妈妈开始变得焦虑，整夜的失眠，担心粮食不够吃，担心煤烧完了怎么办。爸爸的话越来越少，每天只是机械的检查大门和通风口。就在我们快要被这种绝望逼疯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。那是我们躲进防空洞的第3个月末。那天早上，我照例去检查通风口的温度计，当我看到上面的读数时，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零下20度。昨天还是零下50度，今天竟然升到了零下20度。爸，小川快来看！我激动地大喊。爸爸跑过来，看到温度计的瞬间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终于亮起了光。升温了，终于升温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气温回升的速度快得惊人，零下10度、0度、5度，原本坚不可摧的冰雪开始融化。防空洞的排水沟里传来了滴答滴答的水声。我们一家人兴奋地打开了尘封3个月的大门，久违的阳光洒在脸上，虽然还带着寒意，但却让我们热泪盈眶。然而爸爸看着远处山顶上迅速消融的积雪，脸上的笑容却逐渐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沉的忧虑。啊，怎么了？天气暖和了不好吗？小川问道。爸爸摇了摇头，指着下方已经被雪水浸泡的村庄。极寒之后必有大灾，这么厚的雪，如果几天内全部融化，那就是大洪水。他转过身，语气比面对暴徒时还要严肃。快把所有物资往高处赶，加固大门的防水胶条，把咱们准备的皮划艇冲上气。这场仗还没打完呢。正如爸爸所预料的那样，防空洞外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崩塌。积雪融化的声音不再是滴答滴答的轻吟，而是变成了轰隆隆的闷雷声。那是山顶厚达数米的积雪层断裂滑落引发的雪崩。这水势比我想象的还要猛。爸爸站在防空洞外的平台上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水位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。昨天还在山脚下的水线，今天已经逼近了半山腰。爸，咱们这儿安全吗？小川脸色有些发白。虽然防空洞地势高，但看着那洪水，人类本能的恐惧还是占了上风。只要山体不滑坡，咱们这就没事。爸爸放下望远镜，转身命令道：但不能掉以轻心，洪水最可怕的不是水，是水里带来的脏东西。从现在起启动1级防汛预案。所谓的1级防汛预案，是爸爸这几天连夜制定的。第一步，彻底封死防空洞的1层大门。我们找来了之前剩下的所有防水胶布和密封条，把那扇钢制大门的缝隙贴了里3层外3层。爸爸甚至用电焊把门栓彻底焊死，只留下了位于高处的通风口和2号逃生出口作为进出通道。水一旦涨上来，压力会非常大，这门要是漏了，咱们这栋就变成水牢了。爸爸一边焊一边解释。第二步是加固2号逃生出口，那个出口位于防空洞顶部，原本是个隐蔽的检修井，现在它成了我们唯一的生路。爸爸带着小川用沙袋在出口周围垒起了一圈半米高的防水墙，又架设了一台抽水泵，管子直接通到洞外，万一水漫进来，这个能帮咱们争取几分钟逃命的时间。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准备诺亚方舟。爸爸从最深处的储藏室里拖出了那个大家伙，一艘军绿色的加厚充气皮划艇，这是他当初买来准备去水库钓鱼用的，一直没舍得拆封，现在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。把它充好气，挂在2号出口的墙壁上，里面放上压缩饼干、急救包、手电筒和信号枪。爸爸叮嘱道，一旦防空洞守不住了，这就咱们最后的退路。做完这一切，洪水已经涨到了离防空洞平台不足50米的地方。那个晚上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土腥味和腐烂的恶臭，防空洞里的湿度大得惊人，墙壁上全是水珠，被褥摸起来湿漉漉的，让人浑身难受。妈，我身上好痒。
小川挠着脖子，皮肤上起了一层红色的疹。此妈妈赶紧拿出手电筒查看，脸色一变，是湿疹。这洞里太潮了，细菌滋生得快，把除湿机打开，哪怕废油也得开。爸爸果断下令，这种时候生病就是找死。随着发电机轰鸣声响起，久违的干燥热风吹了出来，才让我们稍微好受了一点。半夜我正在值班，盯着监控，红外摄像头里漆黑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。突然，一个黑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是一艘简易的木筏，上面似乎趴着几个人影，他们没有打手电，就那样静静地顺着水流飘过来，手里似乎拿着长长的竹竿，正在试图勾住防空洞外的平台边缘。爸，有人！3个水鬼动作很利索，显然是惯犯，他们很快就爬到了平台边缘。嘿嘿，发财了！瘦猴刚露出一半脑袋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砰！一枚钢钉擦着他的头皮飞过，打在岩石上，溅起一串火星。啊，有埋伏！瘦猴吓得手一松，整个人掉回了木筏上，砸得木筏一阵剧烈摇晃。点火！爸爸大吼一声，我和小川迅速点燃燃烧瓶，顺着观察孔扔了出去。哗啦，玻璃瓶砸在木筏上碎裂，柴油飞溅，火焰瞬间腾空而起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木筏本来就是用一些枯木和塑料桶做成的，极易燃烧，火势在风中迅速蔓延。3个水鬼瞬间被火海包围，跳水！快跳水！刀疤脸惨叫着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引燃，他顾不上抢劫了，一头扎进了滚滚洪水中。剩下2个人也慌不择路地跳进水里，但在如此湍急浑浊的洪水中，落水基本等于死亡。我们眼睁睁看着那3个黑影在浪花中挣扎了几下，就被一个巨大的漩涡卷了进去，再也没了踪影。这只是第一波。爸爸关上观察孔，脸色并没有轻松多少。洪水把所有人都逼上了绝路，水面上现在全是这种海盗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要轮流守夜，2号出口绝对不能失守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们又击退了2波试图靠岸的木筏，有一次甚至有人试图用自制的炸药炸开平台，幸亏爸爸发现的早，用射钉枪打爆了他们船上的炸药包，让他们自食其果。但外患未平，内忧又起。第5天，防空洞里出现了渗水的情况，不是大门漏了，而是岩石缝隙里开始往外渗水。起初只是墙角湿了一块，后来变成了涓涓细流，地上的积水很快没过了脚踝。储藏室进水了，里面要泡了！妈妈惊慌失措地喊道。我们赶紧冲进储藏室，把所有的粮食都搬到了最高的架子上，或者转移到上面的2号出口平台，必须排水。爸爸看着越来越高的水位，眼里满是血丝。小川把所有的水泵都打开，我去把排水沟挖深点。那一夜，我们全家都在河水赛跑，水泵轰鸣着将浑浊的泥水抽出去。我们拿着桶盆一趟趟的往外舀水，每个人的手都被泡得发白起皱，腰累得直不起来，但没人敢停下。一旦水位淹没发电机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就在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头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轰隆，整个防空洞剧烈震动了一下，灰尘簌簌落下。怎么回事？地震啊！我扶住墙壁，爸爸侧耳听了听，不是地震，是山体滑坡。2号出口的观察孔外，原本宽阔的水面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积如山的泥土和巨石。我们的出口被堵住了！小川绝望地喊道。防空洞的一层大门被焊死了，2号出口被滑坡的泥石流堵死了，我们被活埋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因为滑坡的挤压，墙壁上的裂缝变大了，渗水的速度瞬间加快了1倍，水位开始疯狂上涨，很快就没过了膝盖。别慌，关键时刻，爸爸一把抓住小川的肩膀，用力晃了晃。还没死呢，哭什么？他指着头顶那个只有巴掌大的通风管，那个管子通向山顶，只要把它破开，我们就能出去。可是那是钢管啊，而且埋在土里怎么扩？小川带着哭腔，用那个爸爸指向角落里的千斤顶和那个还没用的备用氧气瓶，把氧气瓶的阀门改装一下，做成个简易爆破装置，把上面的岩石炸松，然后用千斤顶顶开。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，在密闭空间里爆破，搞不好我们会被震死或者引起塌方，把自己彻底埋了。但看着已经长到大腿根的黑水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小婉，你和妈妈去把皮划艇充满气，所有最值钱的物资都装进去，戴上防毒面具。爸爸开始动手拆卸氧气瓶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时光，水已经漫到了腰部，冰冷刺骨。发电机因为进水滋滋2声后彻底熄火，防空洞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，只有我们头顶的矿灯发出的光柱在晃动。好了，爸爸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都躲到水里，把耳朵捂住，张开嘴。我和小川妈妈紧紧抱在一起，缩在皮划艇旁边，把身体浸入冰冷的水中，只露出脑袋。321，轰的一声，无数碎石和灰尘落了下来，砸在水面上。紧接着，一束微弱的光线从头顶透了下来。通了，
小川兴奋地大叫，原本狭窄的通风口被炸开了，一个直径半米的大洞，足够一个人钻出去了。快先把皮划艇推过去！爸爸努力把脸上的泥水还在涨，咱们得赶紧撤。我们合力将皮划艇举起来，塞进那个洞口，然后爸爸先爬上去把皮划艇拉出去固定好，再扔下绳子把妈妈和我拉上去。最后轮到小川时，水位已经快要淹没洞顶了。当我们一家4口终于趴在湿滑泥泞的山坡上，大口呼吸着带着土腥味的空气时，回头看去，刚才那个洞口已经被黑水彻底淹没。如果我们再晚1分钟，就真的成了这大山里的孤魂野鬼。还没等我们庆幸，远处的水面上几艘黑色的冲锋舟正朝着这边疾驰而来。呀，命挺大，竟然钻出来了！扩音器里传出一个阴森的声音，我心里一凉，那是刀疤脸的声音。那个之前被我们烧了木筏的家伙竟然没死，还带着更强的火力找上门来了。探照灯刺眼的光照在我们那艘小小的皮划艇上，往林子里跑。爸爸大吼一声，操起船桨拼命滑动。我们的皮划艇虽然质量好，但在装了马达的冲锋舟面前就像是一只笨拙的乌龟，而且对方手里有那种土制的双管猎枪，那是真正的杀人利器。砰一声枪响，子弹打在皮划艇旁边的水面上，激起一道高高的水柱。别开枪，小心把船打漏了，那船上全是好东西。扩音器里传来刀疤脸贪婪的叫嚣，那小娘们也给我留活的。这句话反而救了我们。爸爸对这里的地形烂熟于心，他指挥着我们将皮划艇拐进了一片被洪水淹没的松树林，起了林子，他们的马达就废了。爸爸喘着粗气说，树枝和水下的杂物会缠住螺旋桨。小川把信号枪给我，果然冲锋舟刚一进林子速度就慢了下来。该死，这是什么破地方？后面传来咒骂声，老二，你去把螺旋桨上的草割了。老三划船追，虽然速度慢了，但他们依然紧追不舍。3艘冲锋舟呈品字形包抄过来，距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一样跑不掉。爸爸看了一眼身后不到50米的追兵，眼神变得决绝，得干掉他们。他指了指前面2棵巨大的松树，它们之间拉着一根原本用来挂横幅的铁丝，现在正好悬在水面上1尺高的地方，在黑夜里根本看不见。小川，咱们绕过去，沿他们走。中间我们拼命划桨，皮划艇灵活地绕过了那2棵树。后面的冲锋舟见状，以为我们要加速逃跑，立刻加大了马力，想跑没门，冲在最左边的一艘船，直接加速冲了过来。啊！那根隐藏在暗处的铁丝勒住了站在船头那人的脖子，巨大的惯性让他整个人向后飞去，重重地砸在船舱里，甚至连带着把正在开船的人也撞翻了，船上的人都掉进了水里。老四，刀疤脸在主船上怒吼：“妈的，有陷阱都小心点！”解决了1艘，还有2艘，对方显然被激怒了，不再顾忌什么物资。砰砰砰，枪声变得密集起来，铁砂打在周围的树干上，木屑横飞，有一发甚至趴着我的脸颊飞过。火辣辣的疼！进雾区！爸爸指着前方一片白茫茫的水域。一进雾区，能见度瞬间降到了不足5米。关手电，别出声！爸爸低声命令。我们在雾中静静地漂浮着。咱们这儿有4个人正面刚不过。爸爸压低声音，可以把他们分开。小婉，你会用记号枪吗？我点点头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待会儿我往左边滑，弄出点动静，等他们追过去，你就往右边天上打一把记号弹，然后咱们趁乱偷袭。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，但在绝境中，唯有险中求胜。爸爸拿起一块石头，用力扔向左边的水面，扑通一声巨响，在那边，对，右侧的一艘冲锋舟立刻调转船头冲了过去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信号枪，对着右侧的天空扣动了扳机，就啪一声，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升空，炸开一团耀眼的红光。那艘冲锋舟上的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被强光晃眼。小川上，我们的皮划艇直直地撞向那艘船的侧面，刺啦一声，小川手里的电击棍早已蓄势待发。在2船相撞的瞬间，他猛地探身，将电击棍狠狠戳进了水里，靠近对方船舷的位置。虽然这样做很危险，但在水中，电流的传导范围大大增加。船上的3个人瞬间浑身抽搐，然后口吐白沫倒了下去。解决2艘，小川兴奋地说。但还没等我们高兴，主船上的刀疤脸已经反应过来了，在那边给我撞过去。巨大的主船破开迷雾，直直地撞向我们的皮划艇，躲不开了，抓紧！爸爸大喊。轰一声巨响，我们的皮划艇被狠狠撞飞，在水面上抓了好几圈才停下。妈妈被甩到了水里，我赶紧伸手把她拉住。妈的，我看你们往哪跑！刀疤脸站在船头，手里端着双管猎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们。去死吧！距离太近了，根本没法躲。爸爸他猛地从船上站起来，手里拿着那个改装过的氧气瓶，那是之前炸通风口剩下的半瓶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要死一起死。爸爸点燃了引线，用力将氧气瓶扔向了刀疤脸的船。刀疤脸显然没想到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这么疯，
下意识地开枪去打那个飞过来的瓶子，砰的一声，子弹击中了氧气瓶，轰隆，一团巨大的火球在水面上炸开，气浪掀翻了周围的一切，刀疤脸的主船瞬间被炸成碎片，船上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火海吞噬，我们的皮划艇也被气浪掀翻，一家4口全部落水，冰冷刺骨的洪水瞬间灌进鼻腔，我拼命挣扎着浮出水面，大口喘气。爸妈小川在这儿。不远处传来爸爸虚弱的声音，他正拖着妈妈费力地游向一棵露出水面的大树，小川也抱着一块船板飘在旁边，我们互相搀扶着爬上了那棵大树的树杈。赢了，小川喃喃自语，眼泪浑着泥水流了下来。是的，我们赢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我们在树上待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清晨，洪水稍微退去了一些，露出了一座废弃的信号塔塔顶，这是这片水域唯一的立足之地。爸爸带着我们游了过去，虽然失去了皮划艇和大部分物资，但好在随身的背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和急救包。被困信号塔的日子比在防空洞里还要难熬100倍。头顶是烈日暴晒，没错，极寒之后紧接着就是高温回升，白天的气温迅速攀升到了30度，脚下是散发着恶臭的洪水，水面上漂浮着各种腐烂的垃圾和尸体，苍蝇蚊虫嗡嗡乱飞。我们没有遮挡物，只能用几件湿衣服搭了个简易的凉棚，淡水成了最大的问题。虽然脚下全是水，但那是充满细菌和湿毒的毒水，喝一口就能要命，省着点喝。爸爸把最后半瓶矿泉水递给妈妈，每个人只能润润嘴唇。妈妈的情况很不好，落水受惊，加上之前的极寒折磨，她发起了高烧，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，嘴里说着胡话，得弄点药，还有干净的水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，远处飘来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箱，那是那种用来装海鲜的箱子，密封性很好。小川把它勾过来，爸爸眼睛一亮，小川用皮带和树枝做了钩子，把箱子拉到塔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箱还没开封的矿泉水和几包受潮的饼干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爸爸激动得手都在抖，但这箱水也引来了麻烦。不远处的另一棵大树上，其实还躲着一家幸存者，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个5、6岁的小女孩，他们一直没出声，直到看到我们捞到了物资。那个年轻男人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划了一块门板靠了过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。别误会，男人声音沙哑，我不要你们的水，我有退烧药，还有消炎片，我想换点吃的给孩子。听到退烧药3个字，我的眼睛瞬间亮了。怎么换？爸爸警惕地握着射钉枪，虽然已经进水坏了，但还能吓唬人。2瓶退烧药换1瓶水行吗？男人祈求地看着我们。我女儿2天没喝水了。爸爸看了看高烧不退的妈妈，又看了看那个男人身后怯生生的小女孩，叹了口气，给你2瓶水，再加1包饼干，药全给我。男人千恩万谢地交换了物资，有了药和水，妈妈的烧终于退了。我们在信号塔上坚持了整整10天，这10天里，我们要忍受暴晒、蚊虫叮咬。终于在第11天的时候，水位开始明显下降，原本被淹没的山头露了出来，接着是树梢、屋顶。洪水退去的速度比涨上来时还要快。当脚下的淤泥终于露出地面时，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。咱们回家。爸爸声音哽咽。回家的路异常艰难，到处都是淤泥和废墟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尸味。我们用布条捂住口鼻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子的方向走。走到村口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。曾经美丽的小山村已经彻底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泥泞的平地，大部分房屋都被冲垮了，只有几栋地势高、结构结实的房子还勉强立着。建国，是建国吗？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，是村里的老支书，他正带着几个人在废墟里挖着什么。看到我们一家4口全虚全影的回来，老支书浑浊的眼里泛起了泪花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啊！经过清点，原本100多户的大村子最后只剩下了8户人家，除了我们和老支书一家，还有那个跟我们换药的年轻夫妇，以及另外几户平时比较勤快，家里囤了点东西的人家。至于王大拿、刀疤刘那些人，他们的尸体在几天后被人在淤泥里挖了出来，早就烂得不成样子。大家默默地聚在一起，开始清理废墟。爸爸成了村里的主心骨，他带着大家清理淤泥、修缮房屋、寻找可用的物资。小川和那个年轻男人负责去山里找干净的水源，我和妈妈则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，用仅剩的粮食煮大锅饭。1年后，极端极寒天气终于彻底过去，我们和村里幸存的几户人家在国家的帮助下，开始重新建造自己的家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原本有100户人家的村子，最后只活下了8户。1个月后，村里终于通上了电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网络也恢复了。时隔1年，我们终于再次了解到了外面的情况。打开手机，曾经充斥着娱乐八卦和琐碎广告的热搜榜，如今变成了一片肃穆的黑白色。一条条加粗的标题显示在那：联合国发布幸存者报告，全球人口锐减至7亿，幸存率不足1/10。卫星地图更新，沿海7大都会区确认沉没，海岸线向内陆推进200千米。
随便点开一个视频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科学家对着镜头。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极端极寒，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。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这并非一场单纯的自然灾害，而是地球在向人类发出最后的预警。画面切换，展示着过去几十年人类破坏环境尽的种种罪证：被砍伐殆尽的森林，漂浮着塑料垃圾的海洋，排放着滚滚黑烟的工厂。这些年来，人类的种种行为都在肆无忌惮地伤害着地球。工厂的烟囱不分昼夜地喷涌着黑烟，将浑浊的颗粒物散布到高空，遮蔽了原本澄澈的天空。汽车尾气在城市里弥漫，形成厚重的雾霾，侵蚀着人们的健康。大量的塑料垃圾被随意丢弃，有的堆积在城市角落，有的被冲入河流海洋。分解出的有害物质污染着土壤与水源，让无数生物失去家园。森林被疯狂砍伐，曾经郁郁葱葱的林海变成光秃秃的山坡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，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。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诡异极寒，就是地球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，就像人体在遭遇病毒入侵时，会通过发烧来升高体温，杀死病菌一样。这场席卷全球的持续性降温和大范围洪水，或许就是地球为了清除病灶而发起的免疫反应。极寒冻结了工业生产的喧嚣，洪水淹没了过度开发的土地，那些曾经被人类破坏的生态环境，在极端气候的侵袭下，开始缓慢的自我修复。全球人口锐减近90%，这便是地球对人类最严厉的报复。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市变成了寂静的废墟，高楼大厦在严寒与洪水中倾颓，宽阔的街道被冰雪覆盖或淹没在浑浊的水中，只剩下零星的幸存者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艰难求生。爸爸坐在临时搭建的窝棚外，抽了一口旱烟，辛辣的烟雾在他嘴边缭绕。他目光深远地看着远处废墟上刚刚冒出的几株嫩绿野草，那点微弱的绿色在灰白的废墟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，也格外有生机。沉默良久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声音里满是沧桑与感慨。文明的傲慢终在自然的地狱中化为齑粉。咱们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咱们有多厉害，也不是因为咱们运气好。他磕了磕烟杆，语气沉重，只是因为地球母亲手下留情，给了咱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握紧了手中的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最新的地球卫星图。那是一颗从未见过的星球，表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伤痕，是洪水冲刷的痕迹，是冰川覆盖的印记，也是人类曾经掠夺的证明。但即便如此，它依然保持着那份深邃的蔚蓝，在浩瀚的宇宙中静静旋转，带着一种破碎却坚韧的美感。这满目疮痍的大地，既是旧时代的墓碑，记录着人类因贪婪与傲慢而走向衰败的历史，也是新纪元的摇篮，孕育着重新开始的希望。幸存的那一成人类火种，终于在灭顶之灾中幡然醒悟。我们不再是地球的掠夺者，不再妄图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，而是要成为地球的守护者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颗历经磨难的星球。毕竟，在地质纪元的浩瀚长卷里，人类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尘埃。从地球诞生到如今，数十亿年的时光里，它经历过火山喷发、板块运动、小行星撞击，却依然顽强地孕育着生命。而人类文明不过数千年，在地球漫长的生命历程中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。地球的呼吸亘古未息，它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也有着不容侵犯的底线。这一次的极寒与洪水是警告，也是恩赐。它让人类明白，人与自然并非对立关系，而是共生共存的整体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唯有放下傲慢，心怀敬畏，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才能在这颗星球上长久地生存下去，让文明的火种在守护中延续。